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部从基隆坐拖车来台北找张大哥的蓝色 W126的300 SEL 的分油盘完修引擎测试。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分油盘，看起来很新很漂亮，因为它内外大哥都经过整理了。那在这颗分油盘，在整修之前，我们看到在大哥接的上面的出油量行进当中出油量应该是在170 mol， 然后它平均都落在120 mol 左右，然后代表这个是大油道堵塞。那这部车为什么必须要从基隆坐大拖车来找到张大哥呢？首先，因为这部车子一发动之后呢，就熄火，一发动就熄火，根本没办法跑。那原因出在哪里呢？就是因为它的供油太少了，170 mol 的出油量，它少了50 mol， 就出了120 mol， 所以说它引擎一发动之后就测不到油了。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分油盘堵塞太严重了。那油箱的部分，大哥检查下来，油箱的污染状况是还好。那
我们有处理的，第一个是6只喷油嘴我们全部都经过清洗还堪用所以说我们为了不要浪费喷油盘喷油嘴我们经过清洗 OK 的。那火星塞的部分它火星塞因为它标准是 H7DC 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已经买不到这个没有电阻的火星塞，所以都买到 HR7DC 有电阻的大哥已经把它换掉了，因为有电阻的话，它的火花会变小。那分电盘的部分它分电盘已经老旧了。点火火花太小，我们从这个分电盘这个状况来看，它这部车子放太久了，那整个分电盘的接点虽然是铜的，但是它都已经结构了已经锈蚀了，所以分电盘跟打火头大哥必须要换掉，因为这个也是造成它引擎一发动之后就马上熄火，没办法行驶的一个原因。那再来就是后面的汽油帮浦跟汽油滤芯那状况很糟糕大哥也都换掉了，因为它的出油量很不稳定而且出油量也不足汽油帮浦我们换掉有个好处，因为它是有寿命的我大哥一定会用大厂牌的，我如果汽油帮浦大哥一定用 Bosch 的，虽然比较贵一点，但是它是大概用下来，它是最可靠的，那出油量也是最大，压力也是最高的。它的寿命我们汽油帮浦的寿命，如果换新的话，那在10万公里以内绝对不会有问题。所以从外表看，再加上从它的实测数据稳定性不够，所以大哥也换掉了。那蓄压器漏油，大哥也换掉。那也就是说，电的部分几乎磨损件大概都已经换过一遍，所以应该在电的部分，在10万公里以内应该没有问题除了这个高压线圈跟点火放大器这个东西，因为是电子的东西，我们看下来它的数据都还好所以我们这个就暂时当做它是 OK 的能够在10万公里没有问题。因为这部车里程数看下来才10多万它并不是里程数很高的，所以说因为电子零件会有老化的现象，我们电子零件是没有办法从外观来看出它的好坏或者它的寿命，我们只能从它的里程数来推估它的可靠性。那这部车的缸压都在11、12之间。那大哥在试车的结果，他这部车子是非常没力的。我不知道他是用什么汽油，那也许这个汽油是不是说已经放久了那造成它的辛烷值降低，这车子跑起来没力。那换挡还顺畅换挡顺畅。那前单的底盘部分还算宁静度还算 OK， 但就是车子没力。那是不是等车主把可能第一个跑高速公路那第二个把这个汽油吃掉以后，把它全部都吃完以后，换95汽油，记得一定要用95，不要用92，因为95汽油它的这个缸压都在11接近12，所以用95汽油才是 OK 的还有一点是它的引擎角，我们看到它的引擎角跟我们一般的 W126的引擎角都不一样它这个引擎角是被换过的，这个引擎角跟已经不是原厂的引擎角，那它的引擎角状况是不好的，抖动车子怠速的时候方向盘跟抖动稍微大了一点不过还堪用这引擎角还堪用，那只是我们发现它的引擎角是不好的。那再来就是冷气的部分我们来看看它冷气的部分。大哥把这个地方
接一个保险丝，它理论上它照理说应该是从这边接上去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外接呢？因为这个红色就是高压这高压开关，冷气一发动的时候呢，前面的辅助风扇都要转，也就是说它一有压力的时候，因为冷媒有冷媒压缩机有在启动，这样产生有压力的时候，它这边这个地方要导通让我们的前面的辅助风扇转动，但是它的开关是坏的这开关坏掉了，所以说它冷气发动，冷气打开的时候呢，它的前面的辅助风扇它不会转，那大哥只好用一个保险丝把它用 bypass 把它导通。那也就是说，不管冷气有没有开，它前面的辅助风扇都是要低速运转，都在低速运转。那今天呢，如果真的要把它换掉，那必须要把冷媒全部卸光，那才能有办法换这个高压开关，否则高压开一卸下来，冷媒就全部卸光了。那因为这部车子压缩机状况是不好的，有杂音很大。那冷媒没有缺冷度还好，但是压缩机快坏了它杂音很大。所以说这一点，因为如果说要换这个开关，那整个冷气系统要重建的话，这可能要花了将近，如果压缩机再换，我可能要花了1-2万块以上。所以大哥暂时就是把它用导通，让它冷气不管有没有开，它前面的低速风扇它都会转那这一点是原因在这个地方。那它这部车子大哥还没处理的部分还没处理的部分就是它的驾驶座的车窗那个应该支架断了如果关到底开到底的时候会撞击。那再来就是它的驾驶座后面的那个中控气压锁中控气压锁它上下不会动了，也就是说它的真空球漏掉了。那再来就是它的油量浮筒也卡锈了。那也就是说，车子行进当中油量表会晃得很厉害。那这个原因都是因为这部车子少开所造成的。所以这个大哥整修好以后，记得如果车子没有开，一定要发动10分钟，每个礼拜一定要发动10分钟。那我们现在到车子里面来。大哥把头灯关掉。它的仪表大哥把这个辅助灯光也把它关掉好了。它的仪表灯很暗大哥打开小灯最亮就是这样子。这一点大哥会把它换成 LED 的让它亮度稍微高一点。那至于它的时钟坏掉了，时钟不会转时钟不会转的话，整组仪表要换掉。换掉的话可能要花快1-2千块钱OK， 好，我们来做个热车启动。大哥打开电源。OK， 我们现在看到它的温度目前温度大概在80度上下80多度。大哥来做个热车启动。大哥打开电源。大哥来吹油。因为它引擎角不好了，所以说大哥在出加速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整个车子连方向盘都会震动？大概在
我看大概在1500左右。我在1200左右，要加速的1200的时候，它会车子会震动啊，然后过了1200以后就好了。所以这个是引擎角不好啊，引擎角不好。好，倒过来开冷气。哦，转速几乎没什么改变，哦，转速都大概在800转左右，900啊，800转左右。好，关掉冷气，啊，转速几乎没什么改变，啊，代表它的怠速马达有在正常工作。打开冷气 ，OK， 好，我们是在开冷气状态，大哥把电源关掉，好，重新启动。不过它这个油表啊，油量表大哥还没处理，这油量不同啊。在行进的时候，它油量表会晃得很厉害。那它的定速 OK 的啊，刹车也 OK， 它的变速箱啊，变速箱也算 OK， 变速箱是 OK 的。好，我们到外面来看看它引擎的状况。现在转速是在800啊，830，所以它转速表转速稍微偏高了一点。我们看转速表在800多900 ，OK。上面3个表，最右边是怠速马达的工作电压啊，怠速马达在这里啊，它的工作电压很正常工作在5到60之间。中间的是流量感知器，大哥已经换掉了。你看流量感知器磨损啊，流量感知器的工作电压在0.70左右。再来最左边的是它的胎压阀的工作电压工作电流。这部车转速800、900 ，OK。那我们看到现在的流量回流量现在都在右下角是2200左右哦，这回流量也是达到标准的。压缩机状况不好的，我现在把压缩机把它接上去以后，听到很多有点杂音，而且我们看到辅助风扇现在有在转，是因为大哥把它用bypass，如果我把它照正常接上去的话，它是不会转的，那就不会产生已经试车的时候发生温度过高了。好，那大哥把冷气把它接上去。我们现在哒，就是压缩机快挂了，压缩机磨损了。我们来吹油。然后把冷气太吵了，把冷气关掉。OK。引擎运转是顺畅，不过车子没力，这个判断可能是汽油的关系，跟那个汽油应该是汽油变质。跑高速公路如果没有效的话，应该就是汽油，如果换掉的话，应该就 OK 了。引擎是顺畅，但就是车子没力。OK， 那大哥现在还没要等待处理的，就油量浮筒要换掉。驾驶座的车窗升降机要换掉。再来就是它的中控锁的部分中控锁它的气门那个升降的那个杆子车门升降那根杆子，也就是下面这个气压球，它气压球应该破掉了，大哥还没处理。原则上，记得1个礼拜一定要发动10分钟，如果不开的话，车子是越开身体越健康，就好像老人家常常运动血液循环
身体就会健康。我们这部车子，我们初步目标是希望它在跑20年，在天鹅盘，在20年以内，它应该要很正常的运作，不应该再堵塞。那引擎 M103的跑50万公里绝对不是问题。对了，它这部车子它这部车现在大哥发现一个问题了，它吃机油很严重。它这部车吃机油相当严重相当严重。大哥是有加了一罐大哥发现到非常有效的那个添加剂，但是改善的状况并不是很优，也就是说它应该要加2罐那这个是这颗引擎的一个问题。我们看看它的曲轴透气管，我们看到它有烟，可能这样看不出来的。那曲轴透气管有烟，代表是它的机油不好也就是说它机油的耐高温的状况不好然后已经有一点点接近沸腾的这个冒烟的状况。那无论如何，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我们希望这部车子能够健健康康的在跑20年。